2017年8月，台湾第一次举办世界大学运动会。除了让人热血沸腾的赛事，这也是设计与艺术的舞台。我过去就是从事 motion design 还有 live action 的 creative directors。其实当初看到这个标案的时候，其实它的诉求很明确，它就是我要拍出一支国际的片子，代表世大运的品牌形象。所以我会希望把城市的意象还有运动的肢体的美全部结合在一起。我一直觉得圆环是台北市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可能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一种交通网络嘛。所以我希望代表台北东西，不只是101，不只是夜市这些大家已经耳熟能详、每天都很习惯的东西，而是一些生活在你身边，可是你却没有用这样角度去探讨的东西。像这个东西叫做 motion board， 就是我们之前在想象这是片子的感觉，其实是这就可以去找说我们。去寻找台北的景，其实是用比较几何的平面设计观念去寻找。譬如说，我们可能没有看过整个球场的鸟瞰图，其实球场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平面设计，它的每一个色块、每一个比例其实都是很精准的。因为平面设计假设是在设计静态的海报的话，我们动态设计其实在设计时间这件事情，我们设计很多整个韵律在里面。我们有时候忽然很快的剪接，突然慢了下来，这时候你的情绪就完全不一样。譬如说插香，马上跳阶层拉弓，射出去之后，马上变 top view， 就捷运冲出去之后变成运动员的鸟瞰图，然后射到红心马上变圆环，这些东西其实是它有一定的形状、一定的方向、一定的运动，然后再加上我们有很多变数。譬如说起跑，绿灯突然亮起来，然后它一起跑，整个时间定格了。它快要落下的时候，啪一加快，所有东西都快速剪接。其实这些都是动态，动态设计其实配合上声音的话，会让观众的感官到达一种前所未有的一种体验。说真的，你可以关掉音乐来看这个片子，它还是会有一个像跳舞一样的韵律在。我自己其实本来没有想到我可以就是这么贴近的参与到这件事情，就是画了世大运一个系列的明信片，一开始马上就想到 We are ready to go 这一句，就是有那种一切就要开始了，很有冲劲、很有希望的感觉。那时候只有想到说，我希望把飞机就是那种要起飞了或在跑道上滑行的那个感觉，跟田径一起结合起来，旁边又可以加上台北有特色的建筑物这样。我个人非常偏爱中正纪念堂，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建筑物造型很好看，然后也很具有台北特色的。猫是我们家必定出现的成员，那我就希望也可以把它们加进去，多少可以增加一点小小的趣味，或者是一点软化。所以一直把这2只猫，就是有一点一搭一唱，或者他们2个一起来参与这件事情，都把它画进画面里。当初就是有跟我们说，这套明信片主要是希望发送给来参加的选手。那我觉得我们就是想要把我自己最喜欢的或是最有感觉的东西画进去。那我觉得美食当然就少不了，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举重就是一个要吃饱饱的才有体力做这个比赛项目，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应该可以把饮食结合进去。我那时候有试过其他的底色，但是就觉得这个橘色比较显眼。亚洲也有很多国家，就是很多人会骑摩托车，但因为我觉得这个工具对于我们的生活是有个很紧密的连结。那时候我就想把摩托车画进去，然后就想说，那我们把指标性的人物画进去，应该就会更有趣一点。然后就问大家说，请问你们看得出来他是谁吗？这样大家就反应就会说，看得出来是柯 P 这样子。那像 See You in Taipei 就是有一种很轻松，就是说我们来咯，就是我们等着你哦，就是我希望他有各种感觉。其实你拍照会更生动，那之所以要用画的，就是要带一点你自己的想法跟情感进去。年轻创作者都闷蛮久了啦，
其实大家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一直都没有一个舞台。那这次我觉得非常幸运的是，我们整个品牌小组的帮助，还有整个世大运团队一起的努力，让这些年轻的创作能量能够一次爆发。最后一棒火炬手的 Final Torchbearer 陈金峰，每个团队都好优秀，譬如说豪华朗基宫的这个圣火的装置，我觉得他已经把 installation art 搬上国际的舞台，呈现给市民，让大家知道说装置艺术可以怎么呈现。譬如说登上国际的这个游泳池的形象，我觉得是一个超级 brilliant、超级 smart。好的设计就要聪明，有幽默感。每一个人到那个车厢都想要穿个泳装，好像来打个卡演一下，这就达到宣传最棒的效果了。就是现在其实是一个自媒体的年代嘛，就 Set Media 这个部分已经是融入大家的生活，大家其实都很擅长去分享每个人自己生活中所经历到的一些事物。车体有趣的点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封闭空间，然后大家坐在里面或站在里面。那我们会想说，那在这个封闭空间里面，刚好可以跟一些运动空间做一个结合。那结合之后，会产生你在一个交通工具上面，可是你反而是你好像是在一个户外的运动场，对比很强烈的一个感知，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前期其实已经有选择过运动，这个运动是有特征的，大家看得出来这是什么运动，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然后第二个部分，其实我们会考虑的是空间能不能就是把它调整成捷运车体的空间，然后把这个运动的氛围完整的呈现出来。很容易想象，你看棒球场是多大的，篮球场又不一样大，游泳池的形态造型跟比例大小，这些运动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那可是我们全部要把它塞进这6个一样的车厢里面。捷运车体其实是细长型的，那我们就必须要把握这个场地的特征，把它显现出来。比如说游泳池，我们要放几个赛道，让它赛道旁边这个水线很明显。比如说很大的棒球场，缩到这么近，让大家感觉看得出来这是棒球场。当代艺术跟设计的趋势，真的是越来越多会借由新技术或者说新科技来传达很多想法跟概念。说像开幕式，因为其实它运用了台湾很擅长的科技的部分，在它的就是地面的大型 LCD 上面，可是它的内容跟它整个表演的形态又展现的其实又是有台湾文化跟台湾特质的表演艺术。各位女士、先生，第29届2017台北世界大学运动会这个缔造荣耀的时刻即将开始。接着，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来自各国的运动员进场。那天晚上是一个很神奇的晚上，就是大家准备好了，我们要来做这个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就唯一一次的一个呈现。可是，在反年改的事情的时候，忽然间大家就很消沉。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种更需要真的把事情做好的感受，不能再丢脸了。那个 energy 一出现的时候，我觉得无论是场上在场内的观众，或是在场上的表演者，真的是把刚刚那一股乌烟瘴气的那个低迷的气这样咻集中到那个海洋上，然后撞进去的时候，砰，那个打开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气氛真的是比预期中的好的100倍有。那活力岛屿最重要需要去呈现的是台湾这个地理上这个台湾，台湾是什么？台湾人是什么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对第一段我自己的定位，它叫做一个 introduction， 短时间内去塑造一个就是在不断变动中，台湾是不断的往前进，而且台湾是一个值得大家珍惜的地方。
这个金鱼是座头鲸，也就是大翅鲸。那在兰屿的传说里面，就是你只要碰到大翅鲸，那就是一个很美好的祝福。在金鱼前面那个自由的悠游，最后变成是一个我们生长的一个这个 homeland。在导演工作在串起来的时候，就必须去思考说怎么去把这个 flow 做起来。一开始的所谓的岛屿生成，最后是有一群舞者做中央山脉，有一个人在玉山上呐喊，没有声音的呐喊，那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雄壮的 ending。然后进到1至2的时候，我们去描述的是台湾有很多的不同的自然资源，所以春夏秋冬。另外一面的一条线就是所谓的原住民的文化，我们有这么多跟土地有关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谢天、我们感恩这些东西，不断的在这个文化里面去做所谓的描述。刚好在一个转型的世代，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开始去愿意加入了所谓的政治上的一些参与，或者在美学上，他们愿意去把旧的东西拿起来，重新去翻转，用一些新的设计手法元素去混出自己的想法。那如何的去把这东西提升成为一个美学的层次，是我们很希望在台湾呈现的一个晚上，去把它实践起来。这种感觉是这样，我觉得因为它是世大运嘛，仅次于奥运等级的一个国际大型赛事，我觉得不能输嘛。现场重心，别脸。就像运动员跑100公尺，他为了那10秒。他可能花了4年准备，每天不断练习。对我们来说，那也是我们的舞台啊。我们用另外一种形式来支持中华队，我们把自己当作我们自己是中华队，我们为我们整个国家做出一个很骄傲的 event。我觉得在每个不同领域都用尽全力在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我觉得。